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我是李幸福。据泰媒体 AGI 2月11日消息，苹果公司已经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合作，共同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 AI 功能。目前，双方联合开发的 AI 功能已提交审批，这也标志着百度彻底出局，国行版本的 iPhone AI 要变天了。今天的视频，我会为大家深度分析一下为什么百度惨遭淘汰，以及为什么苹果没有选择最近大红大紫的 DeepSeek。这个选择背后可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原因，跟大家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苹果不跟某度的 AI 大模型合作了，而是转向了阿里，为什么呢？我跟其他同事聊一聊，答案就俩字儿，就不行。之前呢，就有人爆出过，苹果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发现这些模型在理解指令和提供准确回答方面做得不好。另外，某些某言之所以迟迟不发新版本，并不是他不想发，而是他通过内部的横向评测，也就是在内部测试的时候，他比不过国内的竞品。所以与其发不出去被打脸，还不如就直接在手里边接着优化呢。那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呢？不是号称 AI 第一大厂吗？首先，做这个大模型的团队有帮派，哈工大帮一家独大，决策层就是里边那一小波人，而且岁数还都不小了。这不是说岁数大不好啊，但是对新技术新框架不懂，了解也不深入，那你还把持着决策权，这就不对了。他们是活底下人干， PPT 底下人写，他们就改一改就去骗你老板，然后还把持着决策权，所以这怎么可能把事做好呢？团队里边你站不好队不为上，那晋升加薪就没你的事了。所以原来很多能干的不善于搞关系的都离职去自己了，在后边来的人那也不傻，既然干实事不行，那就只能顺从跪舔。前段时间 TPG 把一个能力风评都极差的一个总监干掉了，大家都以为是要拨了反正了呢，结果还是拉了一个哈工大嫡系过来接盘。那没派系的再努力也没有用，有派系的不用努力，所以那战斗力那肯定就低下。还有就是跟大模型有关的团队好几个，互相之间并不统一，特别的分散。比如你看大模型好不好，喂给它的数据是关键，然后搞数据就有好几个团队在做，几个团队之间互相防着，你防你的我防我的，你给我要数据我得藏一份最好的，我不给你，因为大家都有危机感，心里都想的是怎么把别的团队干掉，所以就私藏挖坑，然后一堆堆的高替，其实就是一个个的山头，谁也不服谁，谁都想干掉对方，根本就形不成合力，就是一种非常失败的赛马机制。某度的裁员持续了好几年了，3、4年了，结果最该裁的高替们都还在，被干掉的都是一线干活的。此外，某新某言跟某小言这俩根本不是一个团队，某小言是另一个部门搞出来的，核心用的是某新某言，然后自己又单独搞份数据训练出来的，又一个独立的分支，就非常的奇葩。这种事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把数据统归起来训练不行吗？不行，一个个的山头。作为大老板，你不应该把战线统一起来吗？结果就是什么也不管，任由底下人胡搞。归纳一下，就是因为内部斗争导致形成不了合力，然后人才流失，所以才做不好产品，最终丧失了跟苹果合作的机会。因为中国监管政策的原因，国行版本的苹果手机需要搭载国内的大模型。就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内大模型都成为苹果的可选项。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最新报道，苹果最近开始与中国互联网和阿里巴巴合作，在中国推出 AI 功能。其实，苹果从2023年就开始测试中国各种 AI 大模型了，最初选中的是百度。然而，百度在为 Apple Intelligence 开发模型时，进度和质量都没达到苹果的标准。于是，苹果开始另寻新欢，把目光投向了腾讯、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还有接触了最近引爆全球的 DeepSeek。不过 DeepSeek 也被淘汰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大模型本身， DeepSeek 虽然强大，但毕竟公司体量有限，服务器极其不稳定，大量用户频繁反馈无法正常使用，同时缺乏支持像苹果这样大客户所需的人力和经验。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这一波最落寞的当属百度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早早布局人工智能。目前来看，不管是无人驾驶还是大模型赛道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按计划，苹果应在今年的春节上新最新的苹果 AI， 然而春节已过，最新代 AI 的苹果却连影子也没有。而且在 Apple Intelligence 开发模型方面，百度与苹果存在分歧，最重要的分歧在2点。第一，百度希望通过收集用户的交互数据以提升 AI 模型的准确性，可这与苹果严格的数据隐私政策相悖。苹果坚决拒绝大规模收集用户数据，双方在数据使用上产生严重分歧。
第二，百度在为 Apple Intelligence 开发模型方面进展未达到苹果的标准，在理解用户指令及针对常见使用场景给出精准反馈方面的表现非常拉胯。而苹果已为开发 AI 向百度支付了1亿美元费用。而阿里通义千问的大模型宽 2.5 Max 在国内基本上稳定处于前3的水平，在多个权威基准测试中展现出与全球顶级模型比肩的性能，并不比 DeepSeek 逊色多少。同时，阿里巴巴作为电子商务巨头，拥有更多的中国消费者个人数据，其云计算部门也是中国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在向企业销售 AI 服务方面具有优势。受到此消息影响，阿里美股一度大涨近 2%， 现涨 1.1% 左右。苹果 Nasdaq AAPL 股价涨近 1%。百度因为失去与苹果合作，口碑受影响，百度的股价也因为这条消息而下挫了 4.7%。百度已经宣布文心一言将于4月1日0时起全面免费，所有 PC 端和 App 端用户均可体验文心系列最新模型。与此同时，即日起上线的深度搜索功能也将于4月1日起免费开放使用。百度文心一言全面免费，无疑是想通过降低用户体验门槛，快速积累用户量，提升市场占有率。在竞争激烈的人工智能市场，这一策略能否成功逆袭，关键在于其能否持续提升技术实力，优化用户体验。虽然免费策略能在短期内吸引大量用户，但长期来看，只有不断打磨深度搜索等核心功能，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文心一言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摆脱失去苹果大客户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新的突破。未来文心一言的发展态势值得整个科技行业持续关注。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 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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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you Indian me fans, do you like me for I? Okay, Indian me fans, do you like me band? We will give everyone a pretty band and me fans, do you like? I'm rather happy to be an Indian. I'm rather happy to be a gift. I'm a free gift for everyone. Do you like me? Thank you very much. Oh, Indian me fans.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Oh, everyone.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